这个来自日本的变态拳王竟然喜欢穿着女装上台打比赛，堂堂气势男儿竟有如此恶心的爱好，实在是令人看不下去。然而，变态的外表下还隐藏着变态的实力。此人是来自日本的长岛雄一郎。这位选手在日本打遍无敌手后，便从日本飞到中国，第一场比赛就直接击败了大名鼎鼎的武僧一龙，并且还是用 KO 的方式。一龙试过复仇，但也以失败告终。在连续2次击败一龙后，长岛雄一郎顿时感觉无敌，在国内外都富有盛名的武僧一龙都被他斩于马下，其他的中国选手肯定更不在话下。就这样，嚣张的长岛雄一郎便开始作威作福，认为中国选手都是软柿子，想在中国拳坛称霸。可就在此时，顾辉站了出来。作为中国选手中的硬汉代表，顾辉用凶狠的重拳和残暴的打法闻名，到这场比赛前已经拿到5连胜，状态正佳的他要为中国拳坛找回场子，并且放话这场比赛誓死要击败长岛雄一郎，守护中国选手的荣耀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的第一回合正式开始。左边黄色头发的是日本选手长岛雄一郎，另外一边蓝色裤子、红色拳套的是中国选手顾辉。这场大战的话，持续3个回合，每回合3分钟。现在是第一回合，刚开始我们能看到2位选手非常的谨慎啊，也在互相试探。顾辉非常小心的往前逼近，现在他站着擂台中心，拳腿配合，先打一波，吸顶。近身的缠斗是顾辉擅长的领域，我们在赛前介绍中说过，他的重拳啊是非常可怕的，所以2人在近身的换拳过程中，顾辉是不虚对手的。反而他更想要这种结果。顾剑的吸顶，再加高扫踢，这2波凶猛的进攻啊，把日本人打得找不着北。不过不得不说，这长岛雄一郎啊，还真是抗揍，被打成这样了，还能往前逼近。开始拉扯，顾辉还在寻找角度。长岛雄一郎目前在国内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还没有输过中国选手。在战胜一龙后啊，他又战胜了2位中国选手。可以说现在的他是非常的嚣张。漂亮，这发左手重拳打到日本人脸上之后，来到近身低扫再打，拳腿配合，对手跌倒在地。这波凶猛的进攻，不过裁判也是给到了警告，因为顾辉有一个连击，在对手倒地没有还手的情况下啊，是不可以再进行进攻的。这个和 MMA 的规则啊有所不同。漂亮，对手出拳的瞬间，顾辉一发右手重拳打到对手脸上，同时来到龙边啊，我们能看到他的蝴蝶步也是展现了出来。顾辉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啊，有可能是面对日本选手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中国选手的一些特质啊就会激发出来。这场比赛格外的亢奋，长岛雄一郎想要扑到近身，没有什么效果。漂亮，两人近身缠斗，长岛雄一郎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应对正面的进攻，他只能扑到近身，来让顾辉打乱节奏。漂亮，跳膝，这一记跳膝啊，是将对手彻底打懵了。来到边角之后，又是不断的用自己的扫腿在击打对手，同时配合自己的凶猛重拳，狂轰滥炸之下，日本人完全没法招架。打到龙边了，转身摆拳没有打到，这一记转身摆拳如果说打到了啊，可能对手已经懵了，直接倒地结束了。那么日本选手也是撑到了第一回合的最后1秒，台下的美女也是比起了大拇指。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，顾辉在第一回合的状态可谓是火力全开啊！那让我们简单休整一下，马上开始第2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2回合正式开战。来看一下这一回合2位选手的风格有没有转变。顾辉上一回合打得非常好啊，节奏保持得也很好，这场比赛的走向也是被顾辉掌握着。长岛雄一郎上一回合可以说是困难重重，这一回合呢，感觉他是要转变一下打法了。前手拳，顾辉想要转身边拳没有打到，再加高扫，前手突到内围，日本选手的右眼啊已经是被打肿了。顾辉吸顶，近身缠斗，
打完一腿立马拉开，又是一记跳膝。顾辉这场比赛的拉扯也做得非常好，完全没有给到对手追打自己的机会，又是近身的膝顶，精准命中下巴。日本选手想要进攻的时候，顾辉左右两发摆拳将对手的节奏直接打乱，完全把对手的进攻风格了解得很透彻。看来顾辉在赛前的训练做得非常好。漂亮，这一腿直接是将对手踢得没法进攻，把进攻的距离保持在一个中段。前手的平勾，精准命中。漂亮，对手想要冲过来进攻的时刻，顾辉的后手直拳又一次命中。我们能够看到这场比赛，顾辉并没有选择用一些防守战术，而是以战止战。对手攻过来，那我就用更猛的重拳打断你的进攻，这是一种聪明的打法。面对日本选手这种以体能还有抗揍出名的类型选手，一定要用这种强有力的方式终结他们。漂亮高扫踢，踢到下巴。台下的美女看得非常的开心，这场比赛也是有很多粉丝来到现场观战。在边角，日本选手还想来吸顶，但完全找不到机会。最后的30秒，第二回合，跳起一记扫腿，前手，前手后直，再加鞭腿，将对手堵在边角。顾辉在最后的时间里要尽情的轰炸，拼拳立马拉开，拉开距离，铃声敲响。那这样的话，第二回合结束了，马上要迎来的是本场比赛的最终回合，第3回合。好，那让我们简单休息一下，马上开始最后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伴随着举牌女郎的上场，我们也知道这场比赛的收官之战即将打响。在前2回合中顾辉的得分是完全领先的。如果说第3回合能够保持前2回合的势头，那么赢下比赛绝对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。开局，两人是正面硬刚，长岛雄一郎非常着急，过来想要进攻的瞬间，顾辉一脚将对手放倒。在最后一回合，长岛雄一郎肯定是要着急的。如果硬耗下去，他自己得分够高，那这场比赛必输无疑，他只能放手一搏了。顾辉呢，这场比赛已经是稳操胜券，在最后一回合，他只要保持自己的进攻节奏就好了，看能不能打出 KO。我们能够看到顾辉也是非常调皮的在用自己的右手挑衅对手，漂亮！右手勾引对手的同时，左手出击，左右配合，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这种是战术性打法。在边角也是连续轰入重拳，把日本选手打得面目全非，脸上已经流出了鲜血，挂彩了。这个双眼一个打肿，一个打流血。这场比赛打日本人，我只能说打得够爽。台下的医务团队也是进行一个止血，顾辉也流了很多汗这场比赛确实打嗨了，赶快做一个简单的止血，抹上凡士林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比赛最后的1分45秒，顾辉抓住机会，他想要一波带走对手，贯彻自己的进攻风格，连续的重拳轰入。现在长岛已经是完全没法还手了，他想要出拳，但是又不敢出拳。前2次的进攻都让自己遭中了，现在他连出拳也不敢，出腿也不敢，他只能顶入近身，寻找一些机会。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了，两人的技术风格是相克的。顾辉左摆，可以看到日本选手长岛，他的左眼又是流出了鲜血，已经被打开口子了。怼到边角，最后1分钟，吸顶。
我们能够看到顾辉也是挥手示意啊，说小日子，你的眼睛流血了，要不要处理一下？唱到疯了，他不管这些劝告，他还要打，但越打越糟重，眼睛流血了，会让他的视线遭受模糊，更是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。但现在小日子已经杀红了眼，完全上头了，他想要找回自己曾经的荣耀。这场比赛被顾辉一直按着打，实在是有些丢人。他毕竟也是前 K1 赛事的冠军。最后的20秒，顾辉在这场比赛中可以说是完全压制了对手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打完我立马拉开，漂亮后手的迎击，又将对手堵在了肋绳上。最后的10秒钟，这场比赛的最后时间，顾辉还在拉扯，开心的跳起来，比赛结束了，对手还要转身边拳，被顾辉防打跌倒在地。这场比赛顾辉自信十足，日本选手流着鲜血，看起来非常不服的样子啊。这位选手在赛前还不正眼看顾辉，瞪着个鼻孔啊，用鼻孔瞧人，但在比赛中已经是被顾辉完全压制住了。两个眼睛，一个打肿，一个大流血啊，真的是太可笑了。嚣张的日本选手这次彻底被打回了老家。最后，让我们恭喜顾辉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，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票，帮我点赞、顺段关注。我是玉峰，我们下期3再见。非常棒。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啊！ 5位裁判一致裁定30比27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顾辉就赢得了这一场半决赛的胜利。